真相大白，或者說，真相正在一點點浮出水面。有科學家提出，一個我們以為寫死了的東西，宇宙的基本法則，也許正在悄悄改變，而最新的研究正試圖揭開它到底是怎麼運轉、怎麼變化的整個機制。幾十年來，科學界幾乎達成共識，宇宙裡絕大多數家底，其實都是我們看不見、摸不着的暗物質和暗能量，是它们在背後掌舵，悄悄塑造出了一个个星系的形狀，還不斷踩油門，推動整個宇宙越長越大、越擴越快。不過，來自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像是往這套熟悉的說法裡丟進了一顆小炸彈，正面挑戰了這種在教科書裡寫了幾十年的傳統觀點。研究指出，一個大膽但又嚴肅的可能性是，這些被我們念叨了半個多世紀的暗物質、暗能量，也許從頭到尾就不存在，只是我們用來解釋現象的一副臨時眼鏡。相反，我們以為是暗東西造成的那些奇怪現象，很可能只是物理定律本身在很漫長的時間裡發生了極其細微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疊加起來，在我們眼裡就像是一種宏大的宇宙幻覺。在這段視頻裡，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個新理論到底在說些什麼，它會在哪些地方推翻我們習以為常的宇宙觀，又可能會把未來的宇宙學研究引向一條怎樣全新的道路。那就不賣關子了，從頭講起，一點點拆開這個大膽又有點燒腦的想法。我們現在就開始。差不多1個世紀以來，暗物質和暗能量這兩個概念幾乎就是現代宇宙學的大梁和地基，許多解釋宇宙的主流理論都牢牢搭在他們身上。按照目前主流的估算，這兩位看不見的大佬加在一起，大約佔了整個宇宙總能量和物質量的 95%。 也就是說，我們熟悉的星星、行星、塵埃和氣體加起來還不到區區 5%。 雖然我們用肉眼看不到它們，用常規儀器也抓不住它們的身影，但從各種觀測結果來看，它們對星系的運動、宇宙的結構似乎又留下了很難否認、處處可見的指紋。比如說，星系邊緣的恆星轉得遠比理論預期要快，光線經過星系團時被異常強烈的彎折，還有整個宇宙的膨脹居然像加速中的氣球一樣越長越快。這些現象似乎都在暗示，背後還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在用力拉扯。渥太華大學的拉金德拉·古普塔教授就提出，或許我們根本不需要假設什麼看不見的物質或神秘能量，僅僅依靠對現有物理規律做一點精細調節，就有可能解釋這些令人困惑的觀測結果。在他最新發表的研究中，古普塔認為，宇宙中的一些基本作用力，比如引力之類，可能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固定不變的，而是會在極其漫長的時間裡一點點變弱，好像宇宙這台機器的勁在緩慢地往下調。也就是說，隨着宇宙不斷膨脹，那些我們在物理公式裡當作寫死不改的自然常數，比如引力強度，可能會出現肉眼看不出的微小變化，而這些細微的偏移疊加起來，就會在大尺度上表現成我們今天歸咎於暗物質、暗能量的種種怪現象。在古普塔搭建的數學模型當中，他把這種隨時間變化的特性用一個新的數學因子來表示，並給它起了個簡潔的名字，叫做 alpha 阿爾法。這個 alpha 項可以理解成是對引力強度的一種動態修正係數，它會隨着宇宙中不同位置、不同年代的情況而略微改變數值，相當於給引力加上了一個會跟着時空環境輕微調節的旋鈕。在特別宏大的宇宙尺度上，如果物質分布的比較均勻，那麼這個 alpha 項整體上表現出來的效果，就像是一種溫和的排斥力，把星系彼此輕輕推開，類似我們過去所說的暗能量那種讓宇宙加速膨脹的作用。而在比較小的星系尺度裡，alpha 又會像是往某些恆星密集、氣體集中的區域多添了一點引力，讓那裡的抓力變強。從外表看起來，就很像是暗物質在加碼。
幫星系把飛快旋轉的恆星牢牢拽住不飛散。這個想法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提供了一種相當統一乾淨的解釋，不再需要為不同現象各自編一套新故事，只靠一個核心原理，一套改進後的方程，就既能解釋類似暗能量那樣的宇宙加速膨脹，又能說明類似暗物質那樣的星系怪異旋轉。這種一箭雙雕的味道對理論物理學家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在古普塔的框架裡，暗物質和暗能量不再是两個互相獨立、各自神秘的难題，而是被看成同一件事的不同表現，都是一個不斷變化、持續演化的宇宙，在不同尺度下露出的兩張臉。這個模型推出來的另一個重要後果，就是要對我們熟悉的宇宙時間表動手術，也就是重新審視宇宙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張的，現在又活了多久。如果宇宙自大爆炸以來，它在不同方向上的性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慢慢变化，那我們根据膨脹速度反推出來的宇宙年齡，以及整套膨脹歷史曲線，其實都得重新算賬。原來的數字可能只是估的差不多的版本。古普塔估計，在它的框架下做完這些調整之後，宇宙的真實年齡看起來會比教科書上的數字大出一大截，差不多相當於把目前公認的宇宙年齡翻上1倍。按他的推算，宇宙可能不是現在說的約138億年，而是接近260億到270億年這麼高齡。就好像突然發現這位宇宙老人家其實比身份證上寫的年紀要大得多。如果宇宙真的老了這麼一大截，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長期困擾天文學家的問題：為什麼在離大爆炸不久的早期宇宙裡，就已經能看到體型巨大的星系和超大质量黑洞？它们似乎長得太快，現在則可以說，它們只是比我們以為的有更多時間慢慢發育。古普塔這篇發表在《星系》雜誌上的論文，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奇想，而是建立在他之前多年研究大尺度暗物質分布的工作基礎上，相當於是在就成果上繼續往前推了一步。在這篇新文章裡，他把當初用來解釋大尺度結構的思路，進一步細化到星系自身的尺度上，展示出同樣這套常數會演化的框架，竟然也能夠重現天文學家實際觀測到的星系旋轉曲線。他在文末總結，真正關鍵的或許不是去尋找某種從未見過的暗粒子，而是承認宇宙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系統。正是這種持續變化的性質，塑造了那些看上去最離奇的宇宙行為。當然，古普塔也很清楚，這個觀點聽起來相當大膽，甚至有點叛逆，所以他一再強調，這套理論必須經過各種嚴苛的天文觀測和數據分析來檢驗，否則就只能停留在紙面假說的層面。這套理論等於是站出來對幾十年來整理出來的大量宇宙學數據提出質疑。但如果未來的證據真的站在他這一邊，那他就有機會用一組會隨時間變化的方程式，取代當下物理學裡那兩位最難捉摸的主角——暗物質和暗能量。當然，這也不是人類第一次嘗試甩掉暗物質和暗能量，用別的方式來說明宇宙的行為。類似的努力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出現過不少。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所謂修正牛頓動力學 （MON） 之類的替代理論，主張在引力非常微弱的環境下，經典的牛頓定律可能要稍微改寫一下，用這種方式來解釋星系邊緣的奇怪運動。這些理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確實有不錯的表現，比如能較好地解釋一些星系旋轉速度不掉的平坦曲線。但一旦把目光放大到星系团甚至整個宇宙的膨脹歷史時，就開始顯得吃力，往往對不上更大尺度上的觀測結果。相比之下，古普塔所提出的模型則是走了一條有點不一樣的路，不是簡單的去修改牛頓或愛因斯坦的公式本身，而是換了個切入點。他的辦法不是直接動引力定律这塊骨架，而是去調整那些寫在公式裡的常數，把它們從死數改成會隨時間緩慢演變的活參數，讓整套物理規則在長時間尺度上悄悄變形。在這種視角下，
我們過去以為刻在石頭上的宇宙規律，其實更像是寫在會慢慢拉伸的橡皮上，並不是從頭到尾都完全一成不变。宇宙更像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大系統，隨着自身不斷擴張，內部的運行參數，包括各種自然常數，也在極其緩慢地調整，就像人隨着年齡增長，身體狀態一點點變化一樣。這種做法的吸引力在於，它有希望同時解釋局部星系的運動和整個宇宙在大尺度上的演化，而不必再額外引入某種從未直接探測到的奇特物質或神秘能量成分。事實上，這種思路也正好和近年來物理學界越来越關注的一個問題不謀而合，可以說是順着一個早就存在的疑問往前邁了一步。這個問題就是那些被我們寫在教科書封面的自然常數，比如光速、引力常數，它們真的在整個宇宙歷史中都完全不变吗？還是只是在我們可觀測這一小段時間裡看起來差不多？有些宇宙學家早就猜測，諸如精細結構常數、引力常數這樣的關鍵物理量，可能會在數十億年的尺度上出現極其細小的漂移，雖然幅度微乎其微，但在宇宙這樣的大舞台上，時間足夠長，小差別也能變成大影響。目前為止，科學界還沒有拿出鐵證來證明這些常數真的在變，但古普塔的模型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数学框架，讓人們可以用更系統的方式去檢驗常數會不會變這個問題，而不只是停留在猜測層面。不過說起來容易，真正要讓一個新的宇宙學理論站穩腳跟，它面臨的挑戰其實一眼就能想到，而且一點都不小。首先，它在解釋各種觀測數據方面，至少要做到不比現在主導宇宙學的標準模型，也就是所謂的 lambda-CDM 模型差，最好還要能在某些方面略勝一籌，否則很難說服大家改用一套新框架。lambda-CDM 模型全名叫 Lambda 冷暗物質模型，這幾十年裡經歷了無數次檢驗，從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精細結構，到星系團的分布，再到引力透鏡造成的光線彎曲，都能給出相當精確的預測。所以，任何想要取而代之的新理論，不僅要達到類似的精確度，還最好在概念上更簡單、更統一，而不是讓整個理論體系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操作。而且，最近幾年的一些研究結果，反而進一步為暗物質理論添了幾分底氣，讓它看起來並沒有要退場的意思。比如，有一項由波茨坦萊布尼茨天體物理研究所团队在2025年發表的研究，就專門盯上了宇宙中那些極其微弱、幾乎看不見的小矮星系，可以說是目前已知最小、最暗的一批星系樣本。研究發現，這些星系裡那一點點可見的恆星和氣體，根本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引力，可是恆星的實際運動速度卻快得出奇，僅憑看得見的物質完全解釋不通。當研究人員在計算機裡加入一個包裹在星系外面的暗物質暈來做模擬時，結果和實際觀測的數據幾乎嚴絲合縫，而採用某些修正引力的替代理論時，卻很難把這些極端小星系的運動情況準確重現出來。這些結果讓許多科學家更加傾向於認為，哪怕我們還不知道暗物質究竟是什麼，但至少有某種看不見的引力來源，正在悄悄參與星系的塑形工作，而不僅僅是我們公式寫的不對。因此，如果古普塔的理論想要被認真接納，就必須在不與這些觀測結果衝突的前提下，給出同樣合理甚至更好的解釋，而不是讓這些已經存在的數據變成解釋不了的例外。換句話說，它的模型得清楚地展示，當常數隨時間和環境緩慢演化時，是如何在幾千個不同類型的星系和星系團裡，都能產生與暗物質暈類似的引力效果，而不是只在少數幾個案例上管用。不過話說回來，科學往前走，往往就是靠這種一開始聽上去有點過於激進，甚至讓人皺眉頭的想法。如果一開始就把它們攔在門外，很多突破就永遠不會出現。即便最終這套新框架沒能完全取代現有的標準模型，
它至少逼着物理學家去重新審視一些最根本的假設，尤其是我们一直当作天經地義的物理定律，究竟是永恆不變的鐵律，還是會隨着宇宙本身的狀態做出微妙適應的規則？如果自然常數真的會一點點發生變化，那宇宙的劇本就不再是由一套固定規則決定，而更像是一組會緩慢調整的關係網絡，各種基本力之間的平衡在長期中不斷微調，進而塑造出我們看到的宇宙樣貌。這個概念目前還停留在推測和模型階段，離板上釘釘的結論還有很遠。但如果最後它被證明有相當一部分是对的，那就不只是改寫宇宙學，更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我们理解整個物理學的方式。如果有一天，古普塔的設想在各種觀測和實驗前全部站得住腳，那它帶來的影響將相當於在宇宙的歷史教科書上重寫好幾章。首先，我們過去幾十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去尋找暗物質粒子的那些計劃，理論上就會變得意義大打折扣。很多努力也許都是在追逐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目標，從深埋地下的超靈敏探測器，到大型對撞機裡高能粒子的撞擊實驗，再到大規模的天文巡天，這些原本是為了捕捉暗物質蛛絲馬跡的工程，事後回看，可能都只是在圍着一個虛構的幽靈兜圈子。其次，一旦宇宙的年齡和時間線被重新設定，我們對從大爆炸到今天這段漫長演化過程的理解，也就得隨之大幅調整。很多太早出現的天體就會有全新的解釋。如果宇宙的實際年齡幾乎翻了1倍，那恆星、星系乃至超大質量黑洞就多出了漫長的額外時間來生長。我們用不着再額外假設一些奇怪的加速生長機制，也能解釋它們為何在早期宇宙裡看起來如此成熟。第三，這個模型最深遠的地方在於，它把我們腦海中固定不變的物理定律改寫成了隨時間緩慢調整的動態規則，這在觀念上是非常大的轉折。在這個設想裡，隨着宇宙不斷膨脹擴張，像光速、引力強度之類的常數都有可能在極其長的時間尺度上出現輕微的變化，雖然短期內我們覺察不到，但從宇宙視角看卻意義重大。這會逼着我們重新思考空間、時間和能量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也許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在宇宙學這種大尺度物理和量子物理這種微觀世界之間搭起一座新的橋梁。而那些隨時間變化的常數，很可能就是橋上的關鍵連接點。當然，要讓這麼大的理論轉彎真正被接受，需要的證據門檻極高，不是幾篇論文或少量數據就能拍板的事。這套模型必須經得起各個尺度上的觀測檢驗，從離我們較近的星系的具體運動細節，到遙遠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溫度分布，都得能講得通、算得準，才有資格繼續留在舞台上。而且，它不能只是在已有數據上事後解釋，還要能給出全新的、可以被將來觀測推翻或證實的具體預測，這樣別的研究團隊才能用實際觀測來檢驗它到底是不是靠譜。好在，新一代即將投入使用的大型天文台，可能會為這場關於暗物質和演化常數的爭論提供關鍵的新證據，讓爭論不再停留在誰說的更有道理，而是看誰更對得上數據。比如，歐洲航天局發射的歐几里得太空望遠鏡，正在對數十億個星系進行精細測繪，繪製出宇宙大尺度結構的3維地圖，用來追蹤宇宙結構是如何在漫長歲月中一步步演化出來的。另外，即將全面運行的維拉魯賓天文台，也會長期監測天空中無數星系和星系團，記錄它們的亮度變化和運動細節，為我們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量精確數據。這些龐大的數據集，未來有望幫我們判斷，是自然界的常數真的在悄悄變化，還是說，老老實實承認有暗物質和暗能量，依然是更符合事實的解釋。就算最後古普塔的理論沒能被主流宇宙學正式接納，它依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提醒我們，
科學的進步往往來自於對共識的挑戰，而不是大家一味地維持現狀，不斷拿這些非常規的想法來對照、檢驗，能逼着研究人員去改進原有模型，查漏補缺，避免我們因為太過相信現有理論，而忽略了其中潛在的問題。回顧歷史，宇宙學本身就經歷過多次翻篇，從牛頓力學到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從以為宇宙是靜止不變，到接受宇宙在膨脹，每一次都是在質疑中完成大轉彎的。如果將來證明古普塔這套演化常數框架在觀測上站得住，那它很可能會成為宇宙學歷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范式轉變，被寫進教材的新章節。可即使這套理論最終被證明不夠完美，或者只能解釋一部分現象，它依然留下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提醒和視角，那就是暗物質和暗能量这些難題，也許不是宇宙留給我們的無解空白，而更像是一塊醒目的路標，在不斷提醒我們，還有更深層的機制有待揭示，別輕易滿足於現有的解釋。古普塔的模型把宇宙重新描繪成一個處於持續演化狀態的巨大系統，它的行為主要由內部各種力量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所驅動，而不是依賴於某種永遠躲在暗處、看不見摸不着的神秘物質。如果有一天這套觀點被充分證實，它不僅會撼動現代宇宙學目前的理論基石，還會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宇宙比我們以為的更年長，歷史也更加曲折漫長。不管這套理論最終是功成名就，還是悄然退場，它至少讓我們記住一點，就算是我們最篤信、最熟悉的宇宙真理，在科學面前也永遠要保留一點問號。如果你看到這裡，說明你已經和我們一起在腦海中跑遍了宇宙一圈。非常感謝你的耐心觀看，我們下期再繼續一起追問，這個宇宙到底還藏着多少沒說出口的秘密。